在咱们华人的日常餐桌上，有2样传统吃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算一算流传的岁月，少说也有上千个年头。可近20-30年以来，随着西式营养观念不断普及，这2款老味道被各种负面说法层层包围，变成了很多人眼里的有害食物。尤其是上了年纪，格外注重养生的长辈们，只要听到这2样食物的名字，心里就会犯嘀咕，打心底里抗拒，根本不敢入口。平日里坐诊问诊，我常常遇到类似的情况。每当我建议部分长辈早餐用酱腐搭配白粥食用，对方总会露出惊讶的神情，接连提出疑问。有人担心这类食材会诱发身体病变，有人害怕盐分过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还有人觉得经过发酵的食物就是变质杂物，完全吃不得。其实有这样的想法，都是只听闻片面说法，没有看清事物本质。多数人都是被网络流言、旁人说法误导了，从事养生行业多年。我一直遵循中医的核心理念，看待万事万物都讲究辩证分析，追本溯源，不能只盯着外表下定论，还要深究食材本身的性味特质，以及进入人体之后气血脏腑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今天我就站在客观的角度，为这2款蒙受多年误解的传统美食证明。只要我们摸透它们的特性，掌握正确的食用方式，顺应阴阳平衡的养生道理，它们就绝非大家口中的毒物，反而是经过岁月验证的食疗好物，能够帮助长辈们强健脾胃机能，疏通周身血管，还能养护大脑神经，减少脑部机能退化的风险。接下来我慢慢和大家细说其中的门道。今天分享的内容通俗易懂，认真听完就能学到实用的饮食养生知识。如果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不妨在评论区留下平安健康4个字，也顺手点个赞，让我知道大家都在认真收看。首先我们先来聊聊酱腐。不少外来饮食爱好者喜欢把酱腐称作中式奶酪，这个比喻虽然形象，但从体质适配的角度来说，发酵黄豆制成的酱腐远比牛乳发酵的奶酪更贴合我们国人的身体特质。很多长辈都会提出疑问，普通豆腐吃了都容易肚子发胀，经过腌制发酵的酱腐难道不会更加难消化吗？这种想法其实存在很大误区。在传统五谷分类里，黄豆归为补益肾气的食材，先天养分充足，但是黄豆本身质地紧实，即便做成豆腐，内部蛋白质的分子结构依旧致密。人到中年之后，体内阳气慢慢衰减，脾胃的消化运化能力随之下降。不少长辈吃豆制品之后，腹部会发出声响，伴随胀气不适感，根源就是脾胃阳气不足以消化这类厚重食材。而酱腐独有的发酵工艺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在中医视角里，发酵就等同于体外消化，依靠自然界的有益微生物提前分解黄豆中难以被人体吸收的硬质成分，相当于给肠胃提前分担了工作。经过自然发酵的酱腐拥有4项突出的养生价值，每一项都精准对应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身体困扰。第一项优势，减轻脾胃负担，优化营养吸收效率。中医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肠胃消化不畅，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根据现代营养检测数据，原生黄豆的营养吸收比例仅有65%左右，也就是说吃下的营养有35%无法被人体利用，长期堆积在肠胃中，就会变成代谢负担。经过微生物充分分解之后，黄豆里的大分子物质被拆解为小分子肽与氨基酸，营养吸收比例可以提升到90%，甚至96%。食用酱腐几乎不需要消耗过多脾胃元气，对于牙口变差、胃酸分泌不足、咀嚼吞咽费力的长辈而言，是十分理想的优质蛋白来源。同时发酵过程还会破坏黄豆中容易引发胀气的物质，所以吃酱腐基本不会出现腹胀的情况。
既能借助黄豆的养分补益肾气，又能呵护脆弱的脾胃。第二项优势，补充各类 B 族维生素，改善气血与神经状态。这也是降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亮点。很多长辈上了年纪，时常出现记忆力减退、肢体发麻、头晕眼花的状况。到医院检查，大多会判定为气血不足、神经系统机能衰退，往往需要额外补充各类维生素。在天然植物食材当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普遍偏低，长期少吃肉食，坚持清淡素食的长辈很容易出现这类营养缺失，进而提升贫血、神经损伤、脑部退化的风险。新鲜豆腐本身不含维生素 B12， 但是在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会自主合成大量 B 族维生素。实测数据显示，酱腐当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是普通大米的8倍，维生素 B12 的含量更是远超日常饮用的牛乳。结合中医气血理论来讲，气依靠血液承载运行，血液又需要脾胃运化生成，酱腐易消化的特性打通了气血生成的源头，再搭配丰富的营养成分，自然能够起到养血安神、养护神经的作用。对于不爱吃肉、常年素食的朋友来说，酱是补充营养、养护头脑和四肢的天然食材。第三项优势，辅助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健康。讲到这里，很多人又会提出质疑，酱腐吃起来咸味很重，怎么可能养护血管呢？我们要把盐分和食材本身的营养区分看待。盐分的食用方法稍后我会详细讲解。先来看发酵黄豆带来的有益成分。酱腐当中含有大豆异黄酮与大豆多肽两类营养物质，在中医范畴高血脂、血管硬化，大多归结为脾虚生痰湿、经络淤堵。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适量食用酱腐能够减少人体对有害胆固醇的吸收，体内多余的自由基也会被中和清除。自由基是加速血管老化，让血管失去弹性的主要物质。而大豆异黄酮还能帮助中老年女性调节体内激素水平，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概率。依靠食材本身的养分补足身体的亏虚。第四项优势，调节肠道菌群，维持肠道正常机能。如今很多人都喜欢饮用酸奶补充益生菌，可酸奶性质偏寒凉，不少长辈饮用之后会出现腹泻的情况，而且酸奶中的菌群耐受能力弱，经过胃酸冲刷之后，大部分都会失去活性。酱腐在高盐密封的环境下发酵，存活下来的有益菌生命力格外顽强，能够顺利抵达肠道内部，压制有害菌群繁殖。中医认为，大肠主管津液代谢与糟粕传导，菌群平衡之后，肠道气机变得顺畅，便秘排便不畅的问题也会得到改善。这也是很多长辈吃完酱腐配粥，感觉腹部舒适、排便顺畅的原因。说完酱腐的诸多益处，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高盐分带来的影响。盐分摄入超标，确实会加重血压、肾脏的负担，这也是酱腐唯一的短板。老祖宗讲究凡事中庸，任何滋补食材一旦过量食用都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就连名贵药材过量服用也会伤身。市面上一块标准重量的红酱腐大约10公克，其中含有的盐分在 0.5 公克到1公克之间。按照健康饮食标准，长辈单日盐分总摄入量不宜超过5公克至6公克。如果一早吃下2-3块酱腐，全天盐分必然超标，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科学吃法规避风险。在这里我整理了4条食用准则，严格遵守，就能安心吸收营养，规避隐患。第1条准则，改变食用定位，把酱腐当作佐餐佐料，而非正餐菜肴，每日食用量控制在半块至1块即可，取少量搭配米粥提味就足够，不要大口大口当成主菜食用。第2条准则，全天盐分总量统筹，早上吃了酱腐，午晚2餐炒菜、炖汤时，就要减少食盐、酱油、蚝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
把控全天钠元素摄入总量，就不会影响血压稳定。第3条准则，根据身体状况区分忌口人群：血压波动剧烈、数值居高不下的人群，体内火气偏盛，过量咸味会加重不适，建议暂时少吃；肾脏功能偏弱，身体容易水肿的长辈，肾脏代谢盐分的能力不足，也要尽量避免。痛风处于急性发作阶段的朋友，豆制品含有的嘌呤物质会加重症状，需要忌口。患有消化道溃疡、频繁反酸烧心的人群，降腐会刺激胃酸分泌，同样不建议食用。第4条准则，留意药物同时禁忌，正在服用部分抗抑郁药剂、安眠类药物的朋友要格外注意。降腐中含有的酪胺可能和药物产生反应，造成血压突然升高，服药期间一定要暂停食用。聊完降腐，我们再来认识第2款饱受误解的传统食材，也就是皮蛋。这款食材在海外被不少人称作怪异蛋，深色的外观，特殊的气味，让外人难以接受。而我们国人虽然爱吃，内心却始终存有顾虑。多年以来，皮蛋含重金属，吃了损伤大脑、诱发病变的说法广为流传，让很多人不敢轻易尝试。看待食材不能固守老旧认知，我们要结合时代发展，客观分辨优劣。早年制作皮蛋会添加氧化铅来加速蛋白质凝固，形成漂亮的松花纹。旧式工艺确实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对于发育阶段的孩童并不友好。但是现如今食品加工技术全面升级，正规厂家早已淘汰含铅原料，改用符合食品安全规范的硫酸铜、硫酸锌进行制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无铅工艺。按照国家现行食品安全标准，每1000公克皮蛋当中，铅的含量不得超过 0.2 公克。市面上正规品牌的皮蛋经过市场抽检，重金属含量普遍远低于国标限值，和日常食用的豆腐、菌菇、海鲜处在同一水平，大家完全不必过度恐慌。还有人好奇皮蛋表层和蛋黄处的深色物质是不是毒素？其实这只是蛋白质和碱性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之后形成的结合物，不仅无毒，还能形成保护膜，阻挡细菌侵入，延长食材的保存时间。从中医角度解析，皮蛋的原料是鸭蛋。鸭子常年栖息在水中，鸭蛋性质偏凉，能够滋阴养血，再经过石灰、草木灰、食用碱等材料长时间腌制，食材原本的燥热之气被中和，最终形成清热降火的特质，是一款实用的食疗食材。皮蛋主要有3项养生作用，特别适合体内火气旺盛的中老年朋友。第一，清热泻火，滋阴润燥。季节交替，气候干燥的时候，很多长辈会出现牙龈肿痛、咽喉干痛、口舌生疮等上火症状。相比化学药剂，食疗方式更加温和。民间经典吃法皮蛋瘦肉粥，搭配就暗藏阴阳智慧。米粥性质温润，滋养脾胃；皮蛋性质偏凉，清除内火，一温一凉，相互调和。降火的同时不会损伤胃气，是代代相传的养生吃法。第二，优质蛋白来源，易消化吸收。经过碱性物质腌制之后，鸭蛋的蛋白质结构被软化，虽然部分 B 族维生素有所流失，但蛋白质、铁、锌等矿物质都完整保留。对比水煮鸭蛋，皮蛋口感软糯，对于咀嚼无力、消化功能偏弱的长辈来说，吸收负担更小。第三，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还能缓解宿醉不适。酒水性质辛热，代谢之后容易刺激胃部。皮蛋呈碱性，能够中和一部分刺激物质。酒后吃上一份皮蛋拌豆腐，或是喝一碗皮蛋粥，可以减轻胃部灼热感，缓解次日头晕乏力的宿醉症状。即便好处多多，皮蛋也并非人人皆宜。结合食材性味和人体体质，有4类人群需要谨慎食用。第一类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平时经常手脚冰凉，舌苔发白，喝凉水就腹泻。皮蛋寒凉的特性会加重体内寒气，
引发腹痛拉稀。这类人群如果实在想吃，可以多搭配生姜和食醋。生姜性质温热，驱散寒气；食醋调和碱性，借助食材搭配实现阴阳平衡。这也是吃皮蛋必不可少的搭配技巧。第二类是未成年孩童，哪怕重金属含量符合国标，孩童神经系统还在发育，耐受度较低，建议每周食用不超过1颗，尽量少吃。第三类是痛风患者，皮蛋属于腌制浓缩食材，嘌呤含量并未减少，痛风急性发作期必须忌口。第四类是胃酸分泌不足的萎缩性胃炎人群，皮蛋的碱性会进一步中和胃酸，加重消化困难。这类人群食用时也一定要多加食醋调和。讲到这里，2款传统食材的真相、吃法、禁忌都已经讲解完毕，我们再来做一次完整梳理。首先来说酱麸，它不是垃圾食品，合理控量，统筹全天盐分，就能发挥养护脾胃、养护神经、疏通血管的作用。每日半块到1块，搭配清淡粥品最为合适。其次来说皮蛋，现代正规工艺已经解决重金属隐患，核心吃法就是搭配姜醋中和寒性，阴虚火旺、容易上火的长辈可以适量食用，脾胃虚寒孩童则需要多加节制。最后再重申安全底线：血压失控、肾病水肿、痛风急性期、消化道溃疡人群以及正在服用特殊药物的朋友，优先以身体健康为重，暂时不要食用。在这里和各位长辈说几句心里话，世间本没有绝对的有害食物，只有错误的食用方式。能够跨越1000年流传下来的饮食，都是先辈们不断尝试总结的成果。不要被碎片化的片面说法吓到，也不要因为贪图口腹之欲毫无节制，不刻意妖魔化传统美食，也不盲目过量食用，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食材，才能吃出健康。本期内容帮大家解开了多年的心结，如果觉得有所收获，麻烦点亮赞，再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亲友，让更多人学会正确的饮食方式。祝愿每一位长辈都脾胃康健，饮食有味，身体硬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次点赞和转发，都能把健康知识传递出去，提醒身边的人避开饮食误区，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下期继续分享养生干货。